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三晚在瑞士举行了约6小时的闭门会谈后，中美双方再有新表态。沙利文形容与杨洁篪的会面具建设性，并认为中美需要更多外交工作。而对于中美元首会否于年底前将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称，杨洁篪与沙利文对此进行了讨论。沙利文周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周三在瑞士跟杨洁篪的闭门会面是一个给予双方互相阐述不同的观点和动机的真正机会。他形容双方为会面尽了最大努力，创造了一个环境可以负责任地管控好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不会转向冲突或对抗。沙利文认为，在激烈竞争下需要密集外交，中美需要更多外交工作。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cover the full range of issues in our relationship and to talk quite directly and candidly with one another. What I learned, among other things, is that China is certainly going to look out for its interests, is going to steadfastly defend its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and it's incumbent upon us as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to make clear where we stand.To stand up for our friends, to stand up for our interests. 在美国国务院周四举行的例行简报会上，中美关系也不出意外成为现场记者关注的热点。Has anything at all changed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where it's go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is one that is dynamic. It is one that is multifaceted. It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n some ways, is adversarial.And our goal, of course, is to minimize these points of fric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part of that is engaging constructively in dialogue.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苏黎世会晤后，美方通过媒体主动释放消息称，中美元首可能举行会晤。普赖斯在简报会上也提到，白宫已明确表示，中美元首有望在年底举行视频会晤。This is very much part of that belief that in order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d reinforce those guardrails on the relationship, there needs to be dialogue.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美双方就视频会晤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两国元首在9月10日通话时，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为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杨洁篪主任同沙利文助理在会晤时就两国元首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进行了讨论。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学者苏晓辉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苏黎世会晤后，美方率先以匿名官员向媒体透露信息的方式，主动对外释放中美元首可能会晤的消息，显示美方对于高层对话的需求十分迫切。实际上，近一段时间，美方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中美元首有机会面对面交谈。苏晓辉说，中方对中美各层级交流持开放态度，中方关注的是中美应在合适的氛围下进行交流，以达积极效果。美方一再向中国发出希望领导人进行会晤的这种邀请，而中国方面呢，表现得相对的淡定。这一方面并不是说中国方面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我们持否定的态度，像此前一些西方媒体所炒作的那样，说中国已经说不，而是呢，中国其实对于中美之间的交流，包括最高层级的交流，一直是持开放态度的。但是呢，见与不见，形式并不是问题，而见了之后谈什么，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的效果才是中国最关注的。所以双方的会晤必须要以能够使中美关系进一步的改善，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一个核心的目标。周三晚，中美在苏黎世举行的闭门会谈是今年以来两国之间继安克雷奇会谈、天津会晤后又一次重要的面对面沟通，也是中美元首9月通话后的首次高层会晤。与前两次相比，这次持续大半天的会晤呈现出几点不同：一是气氛低调，双方代表抵达前，包括美联、路透等大型通讯社都没有提前收到消息；二是基调缓和，整场会谈没有出现激烈交锋。会谈结束后，中美双方的声明措辞收敛，都没有发表针对对方的批评。
和此前2次与中方进行会晤，可以说姿态上是明显的放低了。我们肯定还会记得，当时安克雷奇会谈的时候，美国是不顾外交礼节，故意对中国进行发难，当着媒体的面来刁难中国，试图掌握所谓的优势。那么天津会谈之前，在这个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到中国见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当时也做了一些小动作，试图营造出中国要超规格接待的这样的一种假象。一名美国高官称，这是拜登政府与中国进行的最深入的对话。沙利文和杨洁篪你来我往，进行了坦诚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谈话要点。有美媒评论，苏黎世会面是拜登上任以来为解冻两国关系所做的最大努力。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对话的气氛是尊重和建设性的，讨论是深入和实质性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苏黎世会晤被视为中国正履行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证据。经过一个阶段的展示对抗后，拜登政府不得不对更务实的方法表现兴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会晤后声明来看，双方围绕两国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仍有较为明显的温差。比如沙利文明确指出，美方将继续投资国家实力，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继续与中国进行高层接触，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但杨洁篪指出，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从战略上，美国强调的竞争，强调的所谓在管控分歧下进行竞争，防止两个大国失控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仍然是非常清晰的色彩。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美国方面的目标，但是中方有中方的设置。这就是为什么中方的新闻稿中强调的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中国一再强调的信息，也是提醒美国，中美关系涉及到两个大国，同样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美国一方面寻求对华减少摩擦，另一方面还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特别是在涉台、涉港等敏感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沙利文周四接受 BBC 专访期间就再次谈及台湾问题，虽未点名中国大陆，但他宣称美国对有关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深表关切。I also told him that the U.S.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do support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沙利文还宣称，当我们看到从根本上破坏和平稳定的行为时，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我们都会站出来并大声说出来。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介入台海时，沙利文声称，我们现在就将采取行动，努力阻止那一天的到来。苏晓辉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拜登政府在制定和落实对华政策时，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国内政治的牵制。从沙利文的角度来说，涉及到台湾等敏感议题，对华强硬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美国现在对于此前中美之间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中美3个联合公报在不断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损害，加入了所谓的美国的国内法的因素，以及美国的所谓的6项保证等一系列的内容，其实是在冲淡中美之间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沙利文他的一系列的表态的过程当中，既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的生态，同时也反映出当前中美关系美国对中美关系设置的实质。那另外呢，还有美国在对台政策上的一系列的险恶的用心。配合美国内对华强硬的政治氛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四表示，他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高层工作组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伯恩斯还宣布 CIA 将加大力度招募会说中文的人，并创建另一个专注于新兴技术和全球问题的任务中心，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问题。CIA 这一举动受到了包括素有反华急先锋之称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内的一些反华政客的欢迎。路透社报道称， CIA 此前从未设立过类似针对中国的高层机构。一名 CIA 高级官员甚至将此举与 CIA 在冷战时期对苏联以及911事件后的反恐工作相提并论。相关的小组和机制的设立，一方面是要判断形势，而另外一方面是要进行决策的一系列的支撑，要提供所谓的建议，要出坏主意。这是大家看到的美国惯有的套路。未来可能制造一些所谓中国威胁的证据，对中国来进行抹黑，向中国泼脏水。这个小组呢，也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对于美方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多次奉劝美方有关人士走出虚幻世界，倾听美国民众的理性声音，认清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实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
关先生你好。中美外交高官苏黎世会晤的媒体效应持续发酵。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证实，中美就两国元首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进行了讨论。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中美元首何时举行双边会晤呢？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国际外交界、智库学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那么，也是呢海外媒体报道这一次苏黎世会晤的一个最大的热点。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萨基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记者呢，甚至还具体在追问说，视频峰会是不是选在G20峰会前后来进行？那么元首面对面会晤对两国关系都有哪些好处等等？对此呢，普萨基就回应说，沙利文和杨洁篪讨论达成的一致是同意继续在非常高级别的层面来进行对话。那么苏黎世闭门对话的美方参与者沙利文，昨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以及欧盟的相关会议的间隙呢，他也向记者形容这次苏黎世会晤是 productive， 富有成果。那么沙利文特别讲到了一个时间细节，强调闭门会是真正的一个沟通机会。他和杨洁篪整整谈了6个小时，用 CNBC 的说法呢，这是一场马拉松对话。那么今天赵立坚对此做正面回应，强调两位元首在上月会谈时呢，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那么杨洁篪同沙利文就此讨论，是在落实两国元首的通话精神。那中美双方同时就元首峰会来发声，虽然峰会的形式、时点以及其他的重要细节还没有最后明确，但是呢，连类会晤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这呢，确实也会让全世界都来长舒一口气。中美元首峰会为什么广受外部世界关注乃至期待呢？因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上月在和拜登通话时，他所深刻阐释的，攸关世界前途命运。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有个夸张的提法被媒体广泛引述。那古特雷斯就形容当前中美关系是所谓的功能性的失调，呼吁两国要修复失调的关系，要全力避免新冷战。而美国总统拜登他的联大发言呢，也在强调说美方不搞新冷战。那么这一次杨洁篪在苏黎世就当面向美方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所以中美关系要真正重回正轨，要逆转如美国媒体所称的所谓自由落体式的下滑，那么确实呢需要两位领导人拿出战略决断，做出强有力的战略引领。